湛江的特陈岛原与大陆相连，因火山爆发、地壳变动分离而形成海岛。自南宋末年起，有福建先民迁徙至此繁衍生息，组成了今天特陈岛上多个自然村落。每年正月，在湛江茂名吴川一带，在村村举办的年礼活动中，能看到令人大开眼界的民俗。阿树从东北回到广西，过完春节后，就来到了广东的粤西地区，走村串巷，拍摄不同城镇、不同乡村的年历。而今天我们要去的就是前面说的特陈岛的海岛渔村。先填饱肚子，再开始今天的旅行。13块钱的猪杂粉。湛江跟广西很多城市一样的哈，整个城区某种程度上就是电动车的海洋，特别多的电动车大军。在2024年下半年，阿树在 YouTube 社区发起了一个投票，最多的朋友投给了东北。感谢大家的投票，于是才有了刚刚分享完的历时65天东北旅行的48集影片。在2025年，阿树想体验更不一样的文化和环境，我已经在社区发起了一个新的投票，关于你最想看阿树去哪个地方旅行，期待看到你的答案。从湛江登岛的话呢，是从海滨公园这里搭船的。看过我前面视频的朋友知道，我是刚从这个寒冷的大东北回到南方的。然后东北现在是零下30多度的这个极寒气候啊，而湛江呢，现在是这个20多度，也就是一南一北相差了接近50摄氏度，并且呢，这两个地方相隔几千公里，都在中国，这种感觉还挺不可思议的。你可以去同一个时间体验极寒，也可以来到这种富有热带风情的这种南方的滨海城市啊。你看。美丽的湛江市海滨公园，面积28.4公顷，被称为湛江的城市客厅。从东北一片这个白雪茫茫的世界啊，你想找到一块土地、一棵树不是白色的，基本是不可能的啊。然后来到了南方的这一个，你想找到一棵树不是绿的都不可能的一个地方，简直是穿越到另一个世界的感觉。因为在东北有2个多月了，看到久违的绿色，都觉得这种绿色好亲切、好可爱的感觉。前面这一栋蓝色的建筑就是登岛坐船的一个客运楼啊，我看到一艘大船已经航行回来了。海滨码头。5块钱一个人。对对对。我想问一下，最早那班跟最晚那班是几点？最后一班是5点，早上最早6点45分在特陈岛过来，7点10分在这边过去。特陈岛呢是湛江南边的一个海岛，它的海岸线呢有7公里多，面积呢是3.6平方公里，它的常住人口呢有5000多人啊。我们能看到这里一些骑着电车带着小孩的，就岛上的一些常住人口。值得拍，如果正月28可以，我们那边有烟花秀，每年都要放几十万。坐船大概要25分钟才能去到特陈岛。湛江市就称广州湾，它是广东省下辖的地级市，北部湾及粤西城镇群中心城市，地处中国大陆最南端的雷州半岛，广东、广西、海南3省交汇处。1898年，法国与清政府签订了中法互订广州湾租界条约，租界广州湾及今天的广东省湛江市，租期99年。1943年二战期间，日军占领广州湾。1946年，法国正式归还该地给中国。广州湾是法国唯一在中国租界的领土，而上海、天津、汉口、重庆的法租界则只是法国在中国的据点。广州湾其实是法国在中国唯一的殖民地，租界内归法国管辖，法国可在此设兵驻防。中国船只驶入广州湾需向法国交纳各种税钞，所以呢，在湛江市区行走，不少呢能发现法国的痕迹，就像在香港漫步能看到英国的影子一样。这部分内容将于下集的湛江城市探索中和你分享。船开动了。
它的西边就是我国著名的一个港口啊，叫湛江港，它是中国唯第一个这个现代化的港口，也是中国前往这个东南亚、印度洋、欧洲航程最短的一个外贸港口啊。刚好呢，我跟这个船上的居民聊了一下，他说今天可以去体验一下湛江的这个传统特色民俗文化，也就是湛江年历啊。对面就是湛江港。我跟船上的人聊了一下，不少呢是走亲戚的。你看到他们电车或者汽车里面这个大包小包的一些礼物。远远就能看到有一个写着特城岛的一个牌楼。哎，美女，我是过来感受湛江的年历文化的。年历，但是今天的年历，它那个下午还有那个舞狮子。舞狮子哈，在后场村哈。就是年历文化的话，外地朋友不是很了解。年历的话，就是像过年，我们这边一般年历这正月到过了正月15才算把年过完。哦，对吧？好，但是好多外地客是过了年初1到年初5就上班了，但我们在这边正月15前到处都有年历看。嗯，你看，好像我们传令啊，传令的话，那些人问为什么痛不痛？不痛的。这我们也解说不了，这就是神保佑的一个东西嘛，是吧？小伙子，我可以给你看看早上的小伙子传令，你看早上传令，我不敢看，我不敢看。然后到下午了就翻次传嘛，那个次这么长，是吧？啊。然后摆齐了，放在桌子上面，然后那小伙子那欢呼声越大，那小伙子就越刺激，在那上面翻滚，他一点疼痛感都没有，作业也解释不了。好，租了个小电车，准备环岛旅行了，30块钱。环岛一圈也才7公里多一点啊！我听说岛上还是相对淳朴的，我来考察一下，来这个岛上旅居好不好呢？这里的这个环境怎么样啊？哎，你好，这是什么呀？啊？这烤乳猪吗？啊，烤乳猪。啊，35块钱一斤啊，好好吃的。甘蔗2块5一斤，一条18元。这里有一个北宫村华光庙，始建于清顺治年间1644到1661年。岛上的这个鞭炮声此起彼伏的啊，如果不说的话，真的有点不知道这是一个海岛上的村落啊。你像特城岛呢，也被称为是这个海岛渔村。那这里应该自然村的话有好几个，4、5个这样子。然后每个自然村它的户籍人口大概1000来人嘛，所以常住人口的话就5000来人左右。哦呦，这里有热闹的这个祭祀活动哦，有很多这个神仙位列其中啊。应该是来早一点的能看到游神啊，因为现在已经中午了，所以游神就结束了。来。就是各位神仙啊，村里的这个保护神。哇，这香气缭绕的。我看到家里的一些长辈啊，吩咐这个小孩要怎么样去，这个祭祀啊，这种香火传承。这里叫百中。哇，粤西地区的这种春节文化，感觉特别热闹。当国内其他地方的春节活动已经开始结束了，而粤西地区的这个春节活动才刚刚开始。年历是流行于华南地区建江流域，特别是粤西茂名、湛江以及广西北流南部一带的民俗活动。而游神、摆轿又称摆种，
是年历民俗活动的核心项目。各村按预定线路，将奉祀的神祇悬游全村，俗称游地界，以保健安民，祈求来年风调雨顺。游神队伍通常伴随舞狮、舞龙、武术表演、飘射、跳花棚、穿令箭、花车巡游等活动，场面甚为壮观。各家各户把准备好的山参供奉在中台上，待神祇到达时进行祈福仪式，燃烧鞭炮或烟火。当日各户张灯结彩，大摆宴席，招待亲朋好友，谓之10年例。宴席多为流水席，到场的客人越多，主人家便越有面子。村内亦会举办越剧、默戏等演出。阿树在湛江不同的城镇、不同的乡村四处转场拍年历，拍了约1周，详尽记录了粤西地区的年历文化。如果你对此感兴趣，欢迎留意阿树接下来的几集内容。加酱油，加芥末，然后加柠檬啊，加的是广东清水柠檬哦，加芥末啊，加山丘哦。祭祀结束了，然后这些就是被各位神仙保佑过的一些食物啊，所以村民就拿回家了。这海菜，海菜。你是从哪里来这里旅游的？玉林来的。玉林啊。啊。哦，这个叫海参的。凉拌。焯熟、焯水之后凉拌。就跟那个海带凉拌海带丝一样。做咩要招待啊？村民都挺热情的，邀请我在他家吃午饭啊，感觉特别丰盛。在登记啊，这个年历民俗文化活动捐款名单啊，100、250。我家是玉林的，玉林呢东边挨着湛江市啊，所以呢一直以来就听说这个湛江年历啊挺有名的。年历呢是这个广东粤西地区啊，比如说像这个茂名啊、吴川啊、湛江这一带的一个这种民俗文化吧，就是从清朝的时候就开始有了，寓意着这个年年有利啊，是一种祭祀，然后宴客还有庆祝的这么一种综合的一个民俗节日吧。然后这边特别吸引我的是，就是到了从正月开始，基本上就是村村有年历啊。然后有一个说法是，你只要提一箱这个王老吉，你就可以去到任何一户这个村民家里面吃年历，因为这个湛江地区被称为是这个海鲜之都嘛，这边的这种海鲜啊，这种海产品非常的丰富，所以这边的年历呢，就是看上去一桌满满当当，特别诱人。而且村民特别欢迎你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这边啊，它有一种文化，就是说，吃年历的人越多，然后越有面子。刚才呢，在来的船上，我就听当地的一名村民说，像湛江地区呢，很多的村子啊，它只有一个姓的，就在几百年前嘛，就一个祖先，然后就，繁衍后代，然后就是子孙万代的。你看，像这里就是一个陈氏宗祠啊，就是这种宗族的文化是比较浓烈的。你看陈氏宗祠啊，建于1506年到1521年啊。宗祠还是一个革命活动旧址。看一下粤西一带的这个宗祠啊，叫恩泽万世，这个在玉林我们叫骨牌，在咱们这边也叫骨牌吗？就是骨牌啊。你看这里有个小池塘，上面有一艘同色的船舶，然后下面就是红树林啊。特城岛也被称为是这个红树林之岛啊。你看下面有几只鸭子，还有鸟，可以看到啊，岛上一些村民呢把民居也改造成一些这个
叫什么旅社了哈，候鸟旅居、短租小住、环岛游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个岛上是有这个原住的一些居民在生活着，不是那种完全的抽离了这种本地居民，成为了一个彻底的旅游岛。那种海岛就没什么意思。你看村里还挺有钱的，修了那么这个大的一个建筑啊，叫里村文化大楼啊。平时一些村里的文化活动啊的中心吧。你看一幅这种辽阔的海景图，帆船、椰树、贝壳、海豚、沙滩、聚宝塔、醒太庙。在特城岛上能够看到多座醒太庙，这是纪念被称为岭南圣母的醒夫人。她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性军事统帅和政治家，被尊称为巾帼英雄。她在南北朝至隋朝时期致力于维护国家统一，促进岭南民族融合，被历代皇帝封为夫人、太夫人，并在民间广受尊崇，被奉为保护神。每年粤西地区年历庙会中都会祭祀醒夫人，祈求风调雨顺。许多民俗仪式都和她的精神有关。岭南百姓感念其功德，除了在雷州半岛，还在广东、广西、海南、越南等地修建庙宇。这些庙宇好多都是建于这个清朝啊。你看这栋面朝大海的楼房啊，感觉有种废弃的感觉啊，或者是未竣工的感觉，应该就是那种养老公寓啊，或者是旅居的一些公寓啊。咱们继续沿着这个村里的滨海长廊走一走，风景挺好的，我挺喜欢这种感觉的。独栋民宿，小洋楼。这岛上还有一排的这个充电桩啊，所以买电车也越来越方便了。这是一些祖坟啊。这里的话，岛上我感觉每走几百米就有一个公共厕所，还挺方便的。椰子8块钱一个啊，一个有个啊。这个叫特城岛国家海洋公园啊，前面好多小摊，卖小鱼干的，卖虾饼的，卖椰子的。我听说这个海岛，这个海洋公园挺漂亮的，它有一座小桥，小桥两边是红树林。红树林啊，又称为家丁树，具有抗风防洪、固土减灾作用啊。石碑始建于明代，村民制定村规，名曰严禁砍伐家丁树，立石碑告诫。特城岛的动植物资源还是特别丰富的，你看这么多动物啊，而且呢，它的红树林的一个地位也是很重要的，它位于这个广东西南部雷州半岛海图滩上。保护区总面积2万多公顷，其中红树林9200公顷，占全国的33%，广东省的78%，是我国红树林面积最大、分布最集中的自然保护区，地位可见一斑。而且呢，红树林的作用也是多种多样的，它是这种生物多样性的宝库，也是防风消浪、净化海水、促淤保滩、固岸护堤。虾饼啊，大的1条，小的3、4条。好，先炸一下，再放到这个面糊里面。这小麦粉嘛，面粉别拿到2下5块一个，挺实惠的。这里是岛上的一个大排档啊，今天还是春节假期啊，
可以说是做的还挺满的。烧窑鸡，村里有一些村民修的房子还是特别漂亮的，哎，小别墅啊，这比不住在这个车来车往的市区要舒适啊。在海岛上有一栋像刚才那样的一个房子啊，可以说是我的梦想了，但是没有巨大的财力跟这种先天的一个好运的话，很难实现啊。这个特城岛呢，给我一种杂游的感觉，就是它有那种我很熟悉的乡村的味道。因为这里离其实我老家玉林并不算太远啊。然后呢，我们那边的乡村呢，也是这种1、2层、2、3层的这种平房啊，然后田野散步其间，但这里有一种又掺杂了一种这种旅游业的一个影子啊，比如说有就是一些旅游的设施啊，你看这房子啊，看这哇4、5层那么高的一个房子，你看这岛上的有钱人还挺多的呢，你看。这栋是不是修了一半了？然后继续去搬砖挣钱了。散养的鸡。这个小岛虽然说是3.6平方公里，但是怎么感觉还挺大的？你看这里还可以放牛。红岛休闲度假湾，这里又有一个显太庙，路两边是村民的房屋啊，高低不一，大小不一，这个感觉很似曾相识，跟我家的那个农村是大差不差的。你看广汽本田、红庄，因为这个村子跟我生活的环境太像了。你看这些人家的一个院子啊，种着一些荔枝树、龙眼树、甘蔗，还养了一些鸡鸭。我现在感觉我迷路了，我不知道怎么出去了。芭蕉林，这是一条新修的水泥路啊，然后两边是这种荒地，可见啊，如果说这种就业机会多的话，村民都不太愿意种地了，因为有时候种地吧，这个投入产出比并不高啊。所以你看这些地都没人打理了，因为可以做这个旅游相关的生意啊，开民宿啊，开饭店啊，或者是到这个湛江市区打工啊，都比较方便。
新屋村，户籍人口800多人。20块1斤是吧？青口6块钱1斤。生蚝吧？新鲜的生蚝18，不是8块。18啊！一些村民就海里赶海啊，抓了一些生蚝，一些各种小鱼小虾的。哎，你好，奶奶，这什么鱼啊？红鱼来了啊？红鱼啊？红鱼。啊。这个做红烧鱼也好吃啊，25。25。这个55，这个65。哦，扇干。这个蚝油多少钱1斤？35，对的，放心啊。这个是本地蚝，这种蚝肉脆清脆甜。啊，本地蚝哈。这个体没有这个好吃，这个体那个人工培植的育的苗。参与40一斤。是啊。啊，原产地的烤生蚝。48一打。48、60。在捕鱼网。今天看的舞狮呢是叫后场村的，然后几个本地的小女孩把我带到了这一个叫坡尾村啊，这里也有年历的表演。
中啊，这里的人群的话，不时的欢呼、鼓掌啊，就非常的兴奋。然后我就不理解这是什么寓意啊。然后他们说啊，就是因为翻赤船的人，他是需要一种鼓励，需要一种这些群众的欢呼鼓励的话呢，他会感觉有一个神灵附身一样，就变得非常勇敢。然后我刚才就看到这些年轻的小伙子啊，他就光着上身，然后在刚才那个赤船上面去翻来覆去的，翻了大概1-2分钟吧，然后鲜血淋漓的，整个背鲜血淋漓的。哎，你好，请问这是什么呀？奉献了。他说他拿得到的给他拜拜。这还是什么呢？是，反正还烧了好几。这里有一些村民啊，从田地里面捡一些那个泥土啊，然后准备拿回家里面烧窑鸡。据说用这个泥土烧的窑鸡会更香一点。这个6块，小一点的5块。这个是咱们自己岛上的做海南椰子酿的。海南的哈。对，海南那边的。咱们岛上的很小。很小。咱们这个岛的居民最早是哪里来的？最早我又不知道是哪里来的，有些人就搬到福建去了。你要等他当农地喽，回去喽。路过一家烧腊店，感觉很多人排队，刚好吃个晚餐，感觉应该挺地道的。脆皮烧猪、双梅烧鸭。咩意思？90啊？得啦咩？2條，1條。现在下午的4点多了，一天都没吃饭，早上就吃了1碗粉，这碗米饭3块钱，斤的烧鸭27块钱，太饿了。啊，配了2包这个酸梅酱。以上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，很开心你能看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拍得不错，请记得帮我点赞、订阅我的频道哦，这对我是很大的支持。感谢收看，我是阿树，我们下期见。